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还有 YouTube，还有脸书，跟理查老师一起学习中文。好，各位同学，今天我们要来学习新 HSK 第5集的词汇。那我们好久没有学习新 HSK 了，所以我们今天呢一定要来学习哦。那前几天是跨年，希望各位同学呢，在新的一年有新的目标，那要努力学习中文啊，努力学习中文。好，那理查老师呢，先跟各位同学打招呼。那别忘了，各位同学记得帮理查老师点赞 ，click likes。那如果你还没有下载 Handbook Application，你可以 support me by downloading Handbook Dictionary，OK，Online Dictionary。那记得要使用理查老师的 VIP 111 Invitation Code 啊，记得用 VIP 111。好，那理查老师先跟各位同学打招呼。今天第一名是我们的嘟嘟，好，嘟嘟同学你好。还有穆同学 Assalamualaikum， 穆同学是来自伊朗的朋友哦，穆同学好，还有 Alice Press， 好，晚上好哦。还有我们的立新同学，晚上好。立新是我的小土豆哦。还有 Sai 同学，晚上好。还有这位是脸书的朋友哦。好，脸书的朋友有谁？我看一下，脸书的朋友，那理查老师的直播课在脸书也有哦。好哦，这个是 Habib， 还有 Tony， 好，欢迎你们。还有可丽来了，可丽你好，可丽是我的小土豆。可丽最近好吗？好，还有丽敏，Good evening 啊，对，要 click likes 啊，帮老师 click likes。还有 Fanny， 嗨 Fanny 你好。还有娟娟也是我的小土豆。各位同学，今天呢，娟娟跟理查老师说她去面试。娟娟 had an interview today， 她今天有面试，而且她通过了。各位同学，我们要恭喜娟娟。娟娟找了一个 translation 翻译的工作。然后他已经通过了哦，娟娟已经通过了，我们要恭喜她，娟娟找到工作了，娟娟 found a job， 哦 ，congratulations 啊，好的，那恭喜娟娟哦，好，还有脸书的朋友，还有谁？脸书的朋友还有 Beatrice 你好，还有 Chen NY 你好，海滨啊，哦，脸书的朋友叫海滨，还有 Jaleel 欢迎你哦 Jaleel，好。还有谁？春娇来了哦，春娇 Sawadee Krap，Henry，Kumusta，好 Kumusta，还有裴静 Assalamualaikum， 不是 Assalamualaikum， 应该是Sawadee Krap， Sawadee Krap， 好 Sawadee Krap， 好，这个还有谁？宋平也是 Sawadee Krap， 宋平也是老师的小土豆哦，宋平跟裴静都是我的小土豆哦，好。那还有我们的 Adir， 欢迎你，晚上好。还有 Nico， 晚上好。还有贝拉尔，晚上好啊、贝拉尔是来自孟加拉国的朋友，哦。好，哎呀，等老师一下，老师有点忙哦，老师在弄一些东西。好，好，好的，还有 Thomas， 嗨 Thomas 你好，还有 Samuel， 还有 Teresa 你好。Teresa 是老师的小土豆 ，Hello Teresa， 还有米蕾点赞了，还有谁没有点赞的？赶快帮老师点赞吧哦。还有佳佳 ，Assalamualaikum， 还有谁？我看看，还有 Norbert，Hello Ola， 哦 Ola， 还有 Alice 是老师的小土豆 ，Alice 你好，还有这位同学 TA 你好，Ta 同学哦。我看还有谁？还有天璇来了哦。天璇有一阵子没来了哦。天璇你好，还有 Benny，Hello Benny B， 你好。还有对，大家都恭喜娟娟今天找到工作了。娟娟今天去面试通过了，she passed the interview， 所以她找到了一份翻译的工作。娟娟找到一份翻译的工作哦，我们恭喜她。还有这个
对，我们要恭喜娟娟啊 ，Sicon 你好 ，Sicon 哦，还有 Umu 你好，还有娟娟说都是老师的帮助。娟娟，这是你自己努力得来的哦，这是娟娟自己努力得来的哦。好，玫瑰你好，还有阿能，这个 XYY 说我是第一天来上你的网课，好，我们欢迎这位新同学哦，欢迎你。还有丹旭来了，丹旭你好，还有 Fatima 欢迎你，还有这位 HT 你好 ，OK，还有谁？向才欢迎你哦，徐源。还有我们的金眼你好，嘿，金眼是新同学吗？还有谁？我看一下。哦，唐龙来了，唐龙欢迎。还有盛行 s a w a d i k r a b 盛行你好啊，还有小刘也来了，小刘。Passion Freak 说，唐龙说是不是 HSK 第5集？应该有哦，翻译不简单的哦。娟娟如果找得到翻译的工作，她的汉语水平应该有 HSK 5级哦，只有 HSK，不是只有哦，已经有 HSK 5级了哦。好，那各位同学，这个我们开始来上课吧。那老师再告诉你们哦，不要忘记了，如果你想要 support Teacher Richard，你可以帮老师点赞 ，click likes。你也可以下载这个 Handbook Online Chinese Dictionary，and it is totally free。这个是不用钱的哦，欢迎你们下载使用。使用老师的邀请码 VIP111哦。Donna 来了，Donna 你好，雅正小土豆，雅正你好。娟娟说谢谢大家，it means a lot。好，FC 说老师您好，我每天听您的网课，好，谢谢你哈，FC，谢谢你。还有我们的宋同学，宋同学你好，还有 Betu 你好，好，谢谢各位同学啊。每天都来听老师的网课，每天都来上课。各位同学，我们每天都练习中文，慢慢的会进步。老师跟你们说过了，学习可以改变你的人生。Learning can change your life。学习可以改变你的人生哦，所以我们一定要每天学习，不要放弃 ，Never give up，千万不要放弃哦。好，那我们来上课吧。好。各位同学，今天理查老师要教各位的是 HSK 新 HSK 第5集中级词汇。今天我们学2个词，第一个叫这个各位同学如果是南方的念法，南方 like Southern Chinese， 南方的中文我们会念差点，我们就念差点，你也可以念差一点，也可以。南方不太会念儿化音 ，we don't really pronounce 儿 here. So in Southern Chinese, we will pronounce it like 差点，试试看好不好？各位同学，你们也念念看哦，差点 or 差一点。如果你要学习的是 Northern Chinese， 北方的中文。北方人说的中文都会加儿化音，所以你可以说差点儿，OK， 要把它连起来 ，like connected， OK， 差点儿，试试看好不好？这个有点难念，点儿，差点儿，你也可以念差一点儿，很难，对不对？好，那各位同学要多多练习啊。差一点，or 差点儿，差一点儿，都可以，我们都听得懂。Either one, any one of them is fine. Okay, it is they're quite understandable. 好，那另外一个呢，叫做差不多。好，这2个词很多人都会 get confused， 很多人都不懂这2个词有什么不一样。今天老师就告诉你们这2个词有什么不一样哦。好，我们来学习。各位同学，差点
差点是 almost 的意思，那差不多也是 almost 的意思。那他们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呢？好，今天老师告诉你们，差点跟差不多在英文都是 almost。But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它们有什么区别？它们有什么不同？好，那老师告诉你，差点通常用在 negative feelings， 用在负面的情绪上面。negative feeling 就是负面的情绪，负面的情绪。好，比如说你很伤心，比如说你很遗憾，比如说你是不高兴。好，这个就是负面的情绪 ，negative feelings。好，差点常常用在 negative feelings， 比如说很伤心，比如说很遗憾 ，like feel pity，you feel pity， 你觉得 unhappy， 你会用差点，负面的 negative 情绪 emotions or feelings。好，再来呢，差点常常用在过去的时间 past tense。差点常常用在过去的时间。Oftentimes when we use 差点 is in the past tense. OK， 好，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差点的意思是 but didn't. The situation is the opposite. The situation is the opposite. 所以这个三种 conditions 要记得，我们用差点的时候是 negative feelings, and oftentimes we use it in the past tense.And the result, actually, that's the opposite. Okay, the result is the opposite. Okay, 然后呢，差点也是一个副词 ，used before a verb， 用在动词前面，用在动词前面。OK， 那差不多呢？好，差不多也是 almost 的意思。那有什么不一样？好，各位同学，差不多的意思通常用在 estimation， 就是用在数字上面的。通常用在数字上面，比如说理查老师差不多18岁。Okay, 18 is the number. So when you use 差不多, oftentimes we use 差不多 for numbers, and it means approximately. 大概大约是某个数字所以会用在 numbers， 会用在 numbers。然后呢，差不多常常讲的不是 past。差不多常常用在 affect 用在事实上面，差不多常常用在 affect 用在事实。OK， 然后差不多可以当副词 adverb， 也可以当做形容词 adjective， 也可以当做形容词。好，那现在 let's compare， let's try how to use 差点 or 差不多，我们试试看。好。那各位同学，我们现在看第一个句子，教室里差不多有10个人。教室里 in the classroom 差不多 is like approximately or like almost or nearly。有 is the verb， 所以我们要 use before the verb， 要用在动词前面。10个人各位同学 ，Do you see the numbers？你有没有看到数字10？所以差不多10个人，可能9个人吧，或8个人吧，差不多10个人，快要10个人了。所以各位同学，差不多 is used for numbers, nearly the number。差不多10个人，那理查老师觉得可能有9个人，可能有8个人，差不多10个了，差不多10个了。所以各位同学 ，in the first example sentence， 差不多 is used for numbers, and also 教室里差不多有10个人 ，it is a fact, right？ 这是个事实，这不是过去 ，it is not about the past, it is about the fact。教室里差不多有10个人，这是事实这是事实。好。所以各位同学你就了解了你就了解怎么去用了好 ，OK， so also you can see 差不多 here is an adverb， is an adverb。教室里差不多
有10个人 estimation for numbers estimation for numbers OK 好，各位同学听得懂吗？听得懂哦。好，全世界就好了，不用加里。Norbert， 全世界差不多有80亿人口。好 ，Norbert， 你的句子非常好，老师帮你改一下哦。全世界 ，this is a very good sentence。全世界差不多有80亿人口。OK， 好 ，Norbert， 我帮你改一下哦。好 ，So 各位同学，the first usage of 差不多 is used for numbers and it is talking about a fact， 讲事实哦。好，差不多。相差有限，相似，OK， 好，那这个我们的网课差不多有60个人，很棒的句子，完全正确，很好的句子哦，很棒的句子。我差不多在1个小时，好，春娇你可以说在1个小时 ，like 1 hour more，OK， 在1个小时，我差不多在1个小时，好 ，like 1 hour more， 在1个小时，好。春娇的句子可以写成我差不多在1个小时 ，like 1 hour more 就到你家了。Also, this about is for numbers. OK, for numbers. 好，我差不多等你3个小时了。玫瑰，你的句子很好，你的句子非常好哦。好，很棒。11个人。这个文文，我告诉你，各位同学，文文这个问题很好，差不多通常是 less than，OK， 少于，差不多通常是少于哦，差不多是少于，差不多通常是少于哦 ，it's like less than， 少于 less than， 所以呢，11个人不是差不多10个人，差不多10个人，我觉得应该是9个人 or 8个人，差不多 less than， 少于，通常是少于，通常是少于。好，这个 Coomer 说全世界差不多有200个。好，请你加个 major word，200个国家，很好的句子。好 ，Alex 说现在我会写差不多2500个汉字，可以，这个句子可以哦，很好的句子。好的，这个 Dora 问说。除了 estimation 还有什么别的意思？有的，这个 Dara， 我们等一下再说哦。老师会再给你们不同的例子哦。除了 estimation 还有别的用法哦。We'll talk about it later。好，这是第一个用法 for numbers，for numbers 差不多。好，再来，好，我们再 let's compare second sentence。我差点输了。我差点输了 ，or 我差一点输了。那各位同学，你觉得我差点输了，是不是 you feel unhappy, you don't like it, right? So it's about a negative feeling. 差一点通常 usually involved with some negative feelings. 我差点输了 I almost lost. So you feel unhappy, you feel kind of lost, you kind of like you feel like you have negative feelings in your heart. Okay. And 差点输了 yeah, it's about the past, right? It's about the past. Something happened like maybe one day before, 2 days before, 1 day ago, 2 days ago. 所以这个我们常常用在过去，差点常常用在过去。然后呢 but didn't 什么意思？各位同学，我差点输了。那各位同学，他输了没有？其实他没有输，但是他没有输。So I say, but didn't. Actually, this person won the game, but nearly lost. He nearly lost the game. 各位同学，我差点输了，到底是输了还是赢了 ？You see, but didn't. So the result is the opposite. 他有没有输？他没有输，他赢了。差一点输了 ，nearly lost， 差一点点就输了哦。所以各位同学，我差点输了，其实 the result is the opposite， 没有输。He didn't lose. He didn't lose. He won finally. He won at the last.
所以各位同学，当你使用差点的时候 ，usually the result is the opposite。我差点输了，结果呢？其实他赢了，他没有输，他赢了，他是 nearly lost，but actually he won again. Actually he won again. He just nearly lost again. Nearly lost, but actually he won again. 他没有输 ，so I say but didn't. The result is the opposite. 所以各位同学，当你用差点、差一点的意思，就是其实他有没有输？他差一点点输了，可是其实他最后 at last， 最后他赢了，他没有输。So when you use 差点 oftentimes you have some kind of negative feelings. And usually it's about the past. And usually the result is the opposite. The result is the opposite. OK， 好的，所以这个例说，所以我可以说我差点输了，但是我赢了。对啊，没有错。我差点输了，还好最后 luckily 还好，幸运的是 luckily 我最后赢了。I won at last. I almost lost, but at last, luckily, I won. 我差点输了，还好我赢了，最后我赢了。好，这个Ricardo 说小偷差点偷了我的钱包。各位同学 ，Ricardo 的这个句子，它的意思是什么？它的意思是还好我的钱包没有被偷。小偷差点偷了，其实有没有被偷走？没有，差一点点而已。Nearly be stolen, but actually it didn't. 好，所以各位同学，小偷差点，其实钱包没有被偷走，没有被偷走。The result is the opposite. 好。还有呢，我差点忘了告诉大家一件事情。那其实他有没有忘？他没有忘记，对不对？我差点忘了，他有没有忘记？他没有忘记。各位同学，你用差点的时候 ，the result is the opposite。我差点忘记了。Actually, I still remember. I still remember. I nearly forget, but I still remember it. OK， 好。奶奶差点摔倒了，差点 nearly like fell, but actually Granny didn't. The result is the opposite. OK， 了解了哦。好，意外后我差点死了 ，but you didn't die. But you didn't die. The result is the opposite. 好，得不偿失的胜利不是 Norbert， 得不偿失的意思不是这样子哦，得不偿失的意思不是这样子好，我差点来不及上老师的课了。宋平说：“我差点来不及上老师的课了。”那宋平有没有来得及？有，宋平来得及，他是 nearly like be late for my class, but actually she was on time. 他没有来不及，他是差点而已。The result is the opposite. 好，差点迷路了。春娇说：“我去日本旅行时，我差点迷路了。”春娇有没有迷路？没有迷路，差一点点 ，nearly get lost。他没有迷路，他是差一点点迷路了好，几乎老师下次再说好了，因为几乎 that's a very big grammar point, so I'll talk about it next time. Okay. So today let's focus on 差点 and 差不多。I'll talk about 差点 and 几乎 next time. Okay. 好，我差点输了。Negative feeling, the past, but the result is the opposite. Okay, so that's the way we use 差点。Okay, let's compare 3. Okay, let's try it again. 黄先生差点哭了。Mr. Huang, 黄先生差点 nearly 哭了。各位同学，黄先生哭了没有？黄先生差点哭了。那他到底哭了没？还没，但是没哭。Okay, so I'm talking about the result is different. It's the opposite. Mr. Huang almost cried,
but actually not yet, not yet， 还没有哭，快哭了，还没有哭。So the result is like kind of like opposite, nearly cry, nearly cry. And also 差点哭了 is like a kind of negative feeling, is kind of like the past tense. OK， 了解了哦。好，飞行航空公司 ，Teresa we say 航空公司，航空公司哦，航空公司 airline， 航空公司差点丢了我们的行李，很好的句子，航空公司差点丢了我们的行李，很好的句子。对，黄先生没有哭 ，almost， 所以他还没有，快哭了。OK， 这是Beta， 你说这是我第一次考试，很紧张，我差点没通过。好，这个 Button 你要说我差点没通过，我差点没通过，我差点没通过。我们不会用输啦，我们说差点没有 pass， 没有通过哦。好 ，OK， 对，似乎快哭了，几乎要哭了。黄先生几乎快哭了，黄先生似乎快哭了，几乎快哭了。我们差点吹了，我们差点 break up。对，可以，我们差点，但是还没有，快了而已，还没有 ，not yet。我们差点吹了 means like break up。OK, separate, a couple separated. 吹了。好的。我差点错过好，这个我差点错过班机就可以了。我们可以简单的说，我差点错过我的班机，我差点错过我的班机就可以了哦。好，我差点错过了我的班机。I almost missed my flight. 我差点错过了，错过了没有？还没有错过，差一点点而已哦。好，春娇说这次考试我差点不及格，差一点点。其实有及格，但是快了，可能61分 ，like 61 or 62，差点。我因为疫情差点离开这个世界。Lina, really? Is that true? Or it is just an example? 好，我差点挂科。什么叫挂科啊 ？Chenobi， 我没有听过挂科诶。我差点失去了你。very good. Like you almost lost your girlfriend, you almost lost your boyfriend. 我差点失去了你。It's very good sentence. 我差点失去了你。I almost lost you. 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句子。好，we also talk about 差不多 can be an like adjective, and it means approximately like almost the same. Okay, so we can also use 差不多 as an adjective, and that means almost the same. Two objects or some two things, two human beings are almost the same. 长得差不多，很像 very similar. We can say 差不多 very similar. And you can use 差不多 as an adjective, and that means almost the same, very much, very similar. 这个叫做差不多。So here we have an example. 这两种颜色差不多。这两种颜色差不多。These two kinds of colors. 好，各位同学，两种means kind or sort 种类的意思哦，种类。这两种 the two kinds of colors 颜色 color 差不多那就是几乎一样。差不多的意思就是几乎一样，两个颜色啊，差不多几乎一样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差不多就是几乎一样，没有太大的区别。几乎差不多，几乎一样好，几乎一样，没有太大的 difference。OK, no big difference。这个叫做差不多 ，almost the same。这两种颜色差不多。各位同学，你看这两个颜色很像，对不对 ？Very similar, very alike。所以这个就是差不多的第二个意思。
almost the same, almost the same. OK， 好的，对，这2双鞋子差不多，只有我能分得清只有我能分得清。我们2姐妹的个子 like your height， 我们2姐妹的个子差不多 ，very good 阿能说，佳明差点爱上丽丽了，还好他知道丽丽差不多有。好，来，阿能差不多放在动词的前面差不多有。丽丽差不多有10个男朋友啊！丽丽这么花心啊！丽丽是个女海王，对不对丽丽是个女海王，有10个男朋友，太多了吧？差不多一样可以差不多一样。这两种颜色差不多一样也可以，你可以说差不多一样好，这2种东西有差不多的效果，很好的句子。他们俩的年龄差不多，他们俩的年龄差不多，很好。他们2个差不多高，可以，他们俩差不多高。这2件衣服的颜色差不多 ，very good， very good 好。并且和而且这2个词的意思差不多。佳佳的句子非常好，这个句子非常好这个图片，这2张图片 because we compare 2 objects, right? So you have to say 这2张图片，这2张图片差不多 or 这2张图片差不多一样OK， 在冬天全世界的温度都差不多可以 grammatically correct, but I don't know if that's logically correct. Bear， 你的句子是对的，文法上、语法上没有问题你的句子在语法上没有问题好 ，OK， 很好。这2个学生 ，OK， 这2个学生回答的问题差不多。这2个学生的回答差不多。这2个学生的回答差不多好。这2件衬衫的质量差不多 ，good。这里的天气和中国差不多一样 ，good。单序很好的句子。好，这2位姐妹看起来差不多，清香看起来差不多。这2位姐妹看起来差不多，看起来差不多。好的 ，OK， 我们再往下看。来 ，one more example sentence about almost the same， 差不多。这2条短裤差不多。这2条短裤差不多，只有颜色不一样，所以它们的尺寸大小都差不多。它们的 size 差不多，尺寸 size 尺寸我们可以说尺寸，也可以说大小这个就是英文的 size 好 OK 这个 XYY 说我已经 download 已经用了我的邀请码，谢谢你 ，Thank you very much。各位同学，你们要像 XYY 一样 ，use my invitation code VIP111，OK？好，尺寸大小好。来，这2条短裤差不多 ，almost the same，almost the same。好的，那各位同学，我们刚刚学习到的是差点，你也可以念差点儿，差点儿，差点儿常常用在 negative feelings and oftentimes past tense, and oftentimes is like the result is the opposite. The result is the opposite. 那差不多 oftentimes you use like for numbers, estimation for numbers, and also you are talking about a fact. You're talking about a fact. And also it is also an adjective, which means almost the same. Almost the same. 世间恐惧的感觉几乎差不多。Teresa， 你可以说世间恐惧的感觉几乎差不多。We can say 几乎差不多 is like almost the same， 几乎差不多
Or Teresa 你就说世间恐惧的感觉差不多就可以了哦，不要加鸡，不要加鸡哦。哦，谢雨莹，好雨莹啊，雨莹你好，雨莹。亚洲男人的 size 差不多长。好 ，Channel B 你OK，Channel B 你可以说差不多就好了。亚洲男人的 size 都差不多哦。Channel B 你可以加个都差不多，都差不多。Channel B 你在想什么？为什么你的句子那么奇怪？都差不多。好，长你看要不要加都可以，你可以加长，你可以加短啊，对不对啊？Long or short。Channel B, what you are thinking about that？ 好，差不多长，都差不多短。哦，这个 LY 谢谢你，你也下载了哦。好，谢 Thank you very much。Henry 说 Delta 跟 Omicron 病毒差不多。哇，Good， 这个句子很好 ，grammatically correct， 很好哦。好的，那我们来考试了。Quiz time， 各位同学，请问你们这题的答案是什么呢？ Quiz time, quiz number one， 我们要用差点还是差不多？来，我们试试看。梦梦今天早上迟到了。梦梦今天早上 this morning， 今天 means today， 早上 so 今天早上 this morning 迟到了 like be late， 迟到就是晚了，晚到了 be late， 迟到了。请问各位同学，我们要选 A 差点还是 B 差不多？来，答案是什么？差点，差点，差不多。A B， 差点迟到了。梦梦今天早上差点迟到了。Good， 差点好。Marcelo 说梦梦今天早上差点迟到了。好，那各位同学，你们选的是差点，为什么？为什么你们选差点？为什么选差点呢？好，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选差点。好，各位同学，梦梦今天早上差点迟到了。Like when you are saying this sentence, you feel kind of pitiful, kind of like upset, kind of you feel like maybe embarrassed. I don't know. So that's a kind of negative feeling. 今天早上 past, right? Past tense. 然后梦梦今天早上差点迟到，梦梦迟到了没有？没有，差一点点 ，nearly, almost， 他没有迟到，他是差一点点 ，maybe like one minute, 2 minutes, then she will be late, but actually she didn't. So 梦梦对，梦梦没有迟到，没有错，是过去的事情了 ，correct， 是过去的事情了。好。好 ，Marcelo 说差不多也可以 ，Let's see。好，梦梦今天早上差不多迟到了。不行，很奇怪，我觉得用差不多很奇怪。差不多比较常用在 affect or for the present or for the future。各位同学，差不多比较常用在 affect or present time, now or future。Okay, so when I say 今天早上。When I said this morning, it's about the past tense. So 差点 would be the best choice. 梦梦今天早上差不多，我觉得差不多语义非常奇怪哦。各位同学，这一题要选 A， 差点比较好。这题要选差点。然后呢，这个其实梦梦没有迟到，他可能 like 1 minute, 2 minutes， 所以他没有迟到。没有迟到，差点表示 the result is the opposite。Result is the opposite。好 ，Channel V 说两个都可以。Channel V 我觉得其实差点比较好，因为差不多比较常用在 like affect present time or like future tense。OK， 好 ，OK， 所以第一题的答案是差点。梦梦今天早上差点迟到了。OK， 其实梦梦还没有迟到 ，not yet, but very close, very very close. OK， 好，这是第一题。我们看一下
Quiz time number 2，我们要选差一点还是差不多？好，现在3点钟了。现在3点钟了。各位同学，答案是什么？是差一点还是差不多？来告诉老师答案。现在3点钟了。答案是什么？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好，差不多，差不多。好，玫瑰说现在差不多3点了。好 ，Fatima 说现在差不多3点了 ，almost 3 o'clock。为什么？各位同学，为什么我们要选的是差不多 ？Do you know why? Do you know why? 现在差不多3点钟了，为什么？好，现在差不多3点钟了，现在差不多3点钟了。好，各位同学 ，when we use 差不多 ，oftentimes is for estimation， 对，数字 for numbers， 数字很好。So oftentimes we use 差不多 for estimation for numbers. OK， 很好。And also， 这也是个事实，对不对 ？It is also the fact, right？ 这也是个事实。现在3点了 ，this is a fact, and it's about the present time, so we can use 差不多。It's not about the past. It's not about the past, and it's not about negative feelings. It's about estimation numbers. 所以我们要选的是差不多。对，这是现在，不是过去的事情了哦。而且它是 estimation for numbers, estimation of numbers, right？ 对，它也是个事实。现在3点了 ，this is a fact， 事实哦。好，你们答对了。我们看一下 quiz number 3， 我们看一下第3题。好 ，quiz number 3， 差一点 or 差不多。他们的体重都是90公斤。他们的体重就是 body weight， 都是 like all OK or both 都是90 kilograms。好，都是90公斤。好，请问答案是什么？他们的体重差不多都是90公斤哦，90 kilograms，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好 ，Clara 说差不多，他们的体重差好多，like OK， 差很多 ，OK， 可以啦，差好多，那不可能啊 ，Channel B 差好多，怎么会都是90公斤呢？所以这个不能用差好多哦。好，康康说他们不是康康，佳佳说他们的体重差不多，都是90公斤哦，90公斤。好，耐心说差不多，米磊也是差不多。好，立新、春娇都是差不多 ，Teresa 也是差不多。好，各位同学，为什么 ？Can you tell me why? Why we use 差不多 ？Why? OK， 为什么我们用差不多 ？OK，First of all， 他们的体重 like almost the same, almost the same. So it's like about an adjective. We should use like adjective here. So 差不多 means almost the same. Like their body weights are almost the same. 好，所以我们这里用的是 adjective. Okay. And I think it's also about estimation for numbers. It's also about a fact, right? 他们的体重90公斤，这是事实啊。他们的体重差不多，这个也是事实。所以各位同学 It's about the adjective. It's about the estimation for numbers. It's about a fact. Okay, understand? 哦，所以都是一样 comparison numbers, yeah, and also this an adjective, right? 好，那而且 no negative feelings, right? No negative feelings. 而且他们真的是90公斤。The result is the same. It's not the opposite, right? Okay, 各位同学了解吗？听得懂吗？听得懂。好，来，各位同学，如果听得懂，你就写听懂了；听不懂，你就说听不懂。请问各位同学，如果你听懂了，你就写听懂了；
如果你听不懂，你就说听不懂。老师想要知道你们听懂了吗？听懂了吗 ？OK， 听得懂。好，裴静说听得懂，宋平听懂了，佳佳听懂了。哦，好，米磊都听懂了。好，那你们如果都听懂的话，阿能也听懂了。好，听懂了，我们再做几题哦。好 ，Quiz number four，Quiz number four。OK， 小李很伤心，他成功了。OK， 我们要用差点还是差不多？小李很伤心，他成功了。我们要用差点还是差不多呢？好，各位同学，答案是什么？告诉我。小李很伤心，伤心 means sad。他成功了 ，succeed， make it。成功就是达成你的目标了，叫成功了，达到你的目标了，就是成功了。他差点成功了，差点成功了。小李很伤心，他差点成功了。哦，好，宋平说小李很伤心，他差点成功了。佳佳也说小李很伤心，他差点成功。Samuel， 小李很伤心，他差点成功了。好，耐心也说差点。各位同学，你可不可以告诉老师为什么你们选差点 ？Why? Why you chose 差点 ？Why? What's the reason? 为什么我们要选差点成功了 ？Can you tell me why? 为什么不能说他差不多成功了？对，没有错，负面情绪 （negative emotions）。Sad is a kind of negative emotion, right? 所以很伤心，我们用差点比较好，比较对，比较好哦。negative feeling 不好的感觉，他输了哦。好，然后呢 ？I think it's also about the past. I think it's about the past, like he lost again in the past, but didn't. Also， 各位同学，老师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小李到底有没有成功 ？Did 小李 succeed or not？ 小李有没有成功？小李有没有成功？没有成功，对不对 ？The result is the opposite. 差点成功 means 没有成功，对不对？很好 ，Mike 说他没有成功，他没有成功。The result is the opposite. He didn't succeed. He failed. He failed. Okay, he failed at last. 他差点成功。他 nearly succeed, but actually he failed. 对，小李没有成功，没有成功哦，他失败了。对，他失败了，对，失败了，没有成功哦，没有成功。好，那件事对，就是成功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小李成功的这件事情没有发生，他失败了，他失败了哦，而且是 negative feeling 啊，negative feeling。对，好，那你们都懂了，对不对？你们都听懂了，对不对？差点成功了，表示他没有成功，他是 nearly 哦。好，这次比赛真的可惜了，小李很伤心，他差点成功了，对不对 ？You feel pitiful, right? You feel pitiful, kind of like you feel unhappy and pitiful。很好，好，那我们再做一题，好不好？我们再 try it again. One more question for you. Quiz number 5， 差点 or 差不多。This one is hard， 这个比较难，这题比较难，你们试试看哦。今天好冷 ，Today is very cold。今天好冷，零下10度，零下10度。Okay， 零下10度 means like 10 degrees like below zero, like negative 10 degrees。好，零下10度，今天好冷，零下10度。哦，这题很难哦，到底是什么呢 ？Clear 说，老师我会差不多，因为是 number 数字。哇哦 ，Clear 好厉害哦。哦，玫瑰说差不多零下10度。好，差不多。好，
今天好冷，差不多零下10度。宋平，今天好冷啊，差不多零下10度哦。好，米磊也答对了，差不多呀。Negative，这个叫这个那个 Claire，这个叫什么？minus 10 degrees，minus 10 degrees。How to say that in English？minus 10 degrees。好 ，Fatima，今天好冷啊，差不多零下10度，差不多零下10度。Samuel，今天好冷哦，老师，今天好冷，差不多零下10度。答对了，很好哦，你们都答对了哦。minus 10，OK，good，minus 10，好，minus 10，negative 10 degrees，yeah，minus 10 degrees，对不对？minus 10 degree，应该用 minus 10 degrees，minus 10 degree，好，minus 10 degrees，好，很好哦。那这个你们都已经会了哦，你们都会了哦。negative 10 is good too。OK，negative 10 is OK。好，这个等一下哦，刚刚老师这个忘了把它差不多成功，它差点成功了。好，这个是这里。好，那刚刚那个题目呢是这里，对不对？For numbers。And it's also the fact, right？ 这也是个事实，对不对？零下10度 ，minus 10 is a fact, right? Minus 10 is a fact, so we use 差不多。好 ，OK， 我们再做一题好不好 ？One more, the last question, OK? This is the last one. This is the last question, OK? Quiz number 6， 差点 or 差不多。听到这个笑话，他叭叭叭笑了出来，叭叭叭，他叭叭叭笑了出来。OK， 听到 like hear 这个笑话means joke， 听到这个笑话，他叭叭叭笑了出来。出来 means like out, like you laugh out, 笑了出来。OK， 各位同学，答案是什么？这是最后一题了哦。好，米磊说，听到这个笑话，他差点笑了出来。好，他差点笑了出来。好，听到这个笑话，他差点笑了出来。差点笑了出来。不是 fact， 不是 fact。这个 XYY 这个不是 fact， 差不多才是 fact， 这个不是一个 fact 啊。好，差点，好，差点。对，这个各位同学，其实不一定是负面情绪。I say usually，OK，I say usually，not absolutely， 所以不一定是负面情绪哦。这个也可以是 like you're expressing a kind of emotion，OK，you're expressing a kind of emotion 哦。好。差点笑了出来，你们都选差点，为什么我们选差点？老师要问你们，第一个 ，I think it's about the past. I think it's about the past because she already heard the joke. She already heard the joke. So I think of course, it's not about a negative feeling, but it's about the past. It's about the past.And also， 各位同学，他笑了没有？他有没有笑？来，你们告诉老师，他有没有笑？他笑了吗？他有没有笑出来？如果你觉得他有笑出来，你就说有；如果你觉得他没有笑出来，你就说没有。他笑出来了吗？他有没有 like burst out laughing？ 有吗？对，没有错。裴静说的很好，他没有笑出来，他几乎快要笑出来了，但是。事实上是没有笑出来的他没有笑出来对 ，it's about the past it's about the past， 差点，对没有，对，没有，他没有笑出来所以各位同学，你看这个图，它是这样子，它是这样 ，she didn't really burst out laughing， 她没有真的笑出来，她这样 ，she wanted to laugh but at last she didn't， the result is the opposite。She just covered her mouth. 她没有笑出来，
So the result is the opposite. The result is the opposite. OK， 好，了解了哦。好的，所以各位同学呀，可能是这样子呀 ，very good is that 这样子，他想笑，但是他没有笑出来啊。好的，好，各位同学，今天老师教你们的就是 how to tell from the two terms， 差点 and 差不多。如果你想要 practice more， 老师会给你 more practices。in my comments 哦，好，那各位同学，老师呢在直播课之后会给你们一些 practices， 会给你们 more quizzes in the comments. So please come back to the video and check the comments, and you can see more questions and tell me the answers. Okay, tell me the answers. 哦，不是盖嘴巴，是捂。阿能不是盖嘴巴，是捂住嘴。我们说捂住嘴巴哦，捂住嘴巴。好，阿能等我一下哦。我们这个动作不是盖嘴巴，我们不会说盖嘴巴，我们会说捂哦，捂住嘴巴。好，等我一下哦，我把这个给你们，捂住嘴，捂住嘴巴了哦。对，这个没错，捂住嘴巴，捂住嘴哦。我们不会说这个盖住嘴哦。这个简体字老师不晓得怎么说，应该是手字旁吧？这个 Channel V 应该是手字旁吧？捂住嘴是不是？那个来 ，Channel V 不是口字旁，是这个捂住，对，捂住嘴巴，捂住嘴巴，捂住耳朵。Like 我们常常 cover like my ears， 捂住耳朵 ，cover my mouth， 捂住嘴巴啊，捂住啊，口字旁吗？手字旁吧，应该是手字旁了，手字旁啊，你用手去捂嘛，所以应该是手字旁了哦，手字旁啊。好 ，OK。But if you use like traditional Chinese， 这个是。我们繁体字是用这个乌哦，这是繁体字哦。好 ，OK。那各位同学 ，once again, if you want to practice more, I'll give you like more quizzes in the comments. So just come back to the video and practice more. OK， 好，那我们今天课就上到这里了，明天我们继续来上 New HSK Level 6。OK， 我们明天见了，各位同学晚安。再见，拜拜。